个可疑女子身上背着不知道什么东西。我现在看张照片给你对一下。好，我看看。学长传过去。收到。就电吉他啊。什么？啊，就电吉他啊。电吉他吗？啊，这还要问哦。好，我知道。尊敬的面粉们好，今天你们赚钱了吗？经常收看我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大概率应该都是赚钱了。我在上一个节目中给你们提前预告了加息的事情，果不其然，和面具人我预测的一样，美联储昨天宣布加息75个基点，那这也是1994年以来最大的加息幅度。同样呢，加密货币市场也给出了一定的反馈。我们来看啊，比特币差点就跌破了2万，在20072块钱的这个点位给收住了，而以太坊差点跌破了1000，在1014块钱这个点位开始反弹了。那这也几乎等于就是跌破了嘛，就差那么一点点。可是没有跌破，没有多一个0，或者是没有小一位数字，总算是这个心理位置没有被击穿。但实际我们从资金上来看999和1000差距不大，对吧？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有很多机构在这个地方出手救了一下很多机构并不想跌穿这个心理价位，死守这个心理点位，让它没有跌破。你像三箭资本还有很多大机构都在差点跌破的时候进行了一定的救市操作。不过呢，这并不妨碍各位观众，包括我的会员们尤其是我的会员，按照我给你们的思路去操作，那就是抓跌破整数位做超短线，对吧？应该都是赚到钱了，是不是？我们在比特币跌破21000这个整数位的时候，就可以考虑做短线进场；以太坊跌破1100的时候，也能进去做一个短线盈利，这都是几乎稳赚的，是吧？你们现在看图看这些 K 线图，就算你们没能抄到极限低点，但是你们只要抄到了这个跌破整数位的位置，赚上几个点就跑，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不过呢，美联储这一次巨大的加息，加了75个基点的情况下，怪异的事情出现了，包括美股币圈都没有出现大家预期的这次巨大加息的情况下还没有大跌，反而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反弹。那这直接就给韭菜们打了一剂强心的鸡血，给韭菜们了一定的强烈信心现在很多人都认为利空出尽了，加了这么多的利息还不跌，这证明什么？证明牛回来了，我们现在可以抄底了。好，针对这种现象，这种风潮面具人我今天会从交易心理学的角度来解释为什么，以及我们接下来究竟该怎么操作才够稳妥，才够没有风险，才能够盈利。那我也会分析一些主流经济专家的观点是对是错，是否有道理。节目开始之前呢，请检查一下你们是否打开了屏幕下方的点赞、订阅、小铃铛，否则呢，错过了面具人的财经讯息、政治风险预警，而导致你没赚到钱，或者是没有避免风险，没有找到盈利机会，或者是被政府的恶性政策割了韭菜了，那可不能怪我以后呢，我会在每期节目中间随机说一个数字，也有可能我忘了说，那就是没数字你们听到了这个数字，在留言区回复这个数字和你的狐狸钱包地址，我就会从答对的人当中抽取1名，直接给你转钱，转账 USDT 帮你回点血。那为了公平起见，你们的留言暂时隐藏，3天之后我会显示出来。那顺便把今天的这个节目转发分享到3个平台以上，截图发送到我的邮箱，就可以参与抽取这个月的 NFT 大奖了。这些可都是能卖钱的真金白银好，来说正题这一次美联储的75个基点的加息之下，居然还出现了反弹，股市、币市都反弹了。很多专家给出的解释是因为市场下跌的反应，其实从加息或者缩表的消息一发出来，或者是当时有预兆的时候，
就已经被充分计价了，市场已经提前的消化了这部分利空，所以呢，当真正的加息消息确定落地了以后，它的影响已经不大了，因为这些消息、这些利空已经被提前充分计价，提前被消化了。观众朋友们，你们认可这种说法吗？认可的请留言打1，不认可的请留言打2。反正面具人我是不认可这种说法的，为啥？因为市场对未来的提前消化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加息从今天才开始，你怎么能做到提前半个月、提前1个月，甚至提前2个月就能够消化以后的风云变幻莫测的商业市场呢？对不对？加息对于以后的影响、商业的影响、消费者的影响、老板们心里面的想法、生意的合作的影响、资金的流向的影响，这些东西都是无法提前预测的，而且它会产生非常多的复杂的化学效应，你很难提前面面俱到的精准预测，你只能够通过时间来印证，而且我们只能够通过过了一段时间以后通过这些大数据衡量，把指标量化出来的东西，才能判断现在造成了多少影响。你现在能做的预判、提前的消化，只能够判断大方向的影响是好还是坏，你无法做全面的预判，明白了没？所以呢，你看面具人我说的这些话有道理没啊？你们仔细去观察上一次的加息，也是当天出现了一定的小拉升，第二天呢也拉了一点点，然后就拉稀了，然后就从38000暴跌到了今天。之前也有声音说利空出尽呀，市场提前消化利空了，利空出尽了，牛归来了，可结果呢还是暴跌。暴跌爽不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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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次的加息幅度还没这一次的加息幅度大，这一次加息是75个基点呀！上一次加息了以后，机构们也只是勉强的营造了一些拉升的假象，然后呢一路暴跌。这一次加了75个基点出现了一定的反弹，你们就能觉得牛回来了吗？上一次牛都没回来，更别说这一次铁拳砸得更重了，牛就能回来了吗？加息完了涨了一点点，这种现象在你们看起来好像觉得是牛回来了奇怪的逆势上涨是吧？好消息，利空出尽了。但是这在面具人我觉得并不奇怪，我上期节目中说了，是有可能庄家会拉升，给你们营造一个上涨的假繁荣的景象。但是我们不要心动，我们不要贪，我们在这种大环境不好的情况下，只能做一些投机操作，没必要为了一些蝇头小利去逆大环境，去挑战世界。这种拉升现象，其实从交易心理学的角度上来说是非常理智且正确的。为什么？这样吧，面具人，我把我今天在会员群里面的付费内容讲给大家听一下，我给你们放一下我这个录音是充分的解析了昨天到今天的行情，并且呢给了大家一些警醒，大家仔细听好喽，这些可都是我的会员群里面的付费内容当然了，如果你听完了以后想加我的会员群的话，在节目最后我会公布我的联系方式。好，废话不多说，先来听一下吧，好不好？你自己感受。目前这个资金就是在尽力的维持，不让它跌下去，给大家营造一个现在利空出尽了，还是跌不下去，肯定要涨。但你们要考虑一个现实问题，就是这一次加息是75个基点，这个力度是很大的这是市场性的，不是说庄家情绪能够操纵的，这是硬性标准，没有谁能绕过去。其实庄家现在这样做是很合理的，因为这个大楼它的地基肯定是维持不住了，肯定是要塌了。但是在塌之前，尽力的维持营造一种繁荣的假象，让韭菜们进来，是不是只有这样才能减缓他们的损失，减少他们的损失？
啊，因为接下来这个大跌基本上是板上钉钉的，难以避免的，避免不了的了。那怎么办？那只能是尽量的减少损失呀，是不是？扭亏为盈呀，是不是？这种逻辑是对的。出现这种情况，大家也不要觉得很反常啊。这个利空出尽了，牛归来了。出现这种情况，才证明这是一种合理的现象。换你，你是老板，我是老板，也都不会说啊，那现在不赚钱了，一次性让它崩下去吧。各位听完了吧？所以说呢，现在是否可以抄底儿，我相信你们心里面都有个定数了。不要为眼前的这点小利去轻易的做肥料，听明白了没？其实呢，我们从这些 K 线也能看出来端倪啊。你们看嘛，仅仅一个小的拉盘之后，你不管是比特币还是以太坊啊，现在又是一路向下。所以呢，我告诉你们啊，之后的几天跌破2万啊，以太坊跌破1000，这几乎都是必然啊。哼，不信咱们走着瞧。我刚才已经把这些从交易心理学上面啊，给你们把逻辑都说穿了，爱信不信啊。总之呢，面具人，我从这个月、上个月、上个月，我判断的大行情、大方向，包括这一次美联储加息75个基点，已经判断得很精准了吧？哼，跌破整数位，你看它跌破了以后，你只要买进去啊，你就能赚。只要不贪多啊，赚上几个点你就跑，这钱是不是都是纯利润？至于我们接下来该投一些什么项目，目前还真的没啥好项目，大家再等等吧。我们目前呢也只能做这种超短线的投机操作，最近可能会有一些好项目能让大家落到一些实惠，可是还不是现在啊 ，not now。有消息的话，我会提前在会员群里面公布的。如果你想紧跟我的操作策略啊，因为你自己不知道，没有信心，接下来是涨还是跌，害怕自己乱操作亏了钱了，或者是不相信那些什么吹牛逼的经济专家大神的话，你可以考虑和我联系呀。或者呢，你想参与我接下来的新项目的话，争取最大化盈利，风险最小化的话，那就请下载 Line 或者 Telegram， 搜索添加 ID Maskman118，办理会员入群手续。那你们也都知道，面具人我不给任何交易所，不给任何币商、项目方打工，对吧？你看我给哪个交易所打广告了啊？给哪个项目方打广告了啊？我做的项目都是我自己在玩的，而且呢，我推荐项目的频率是非常非常低的，基本上几个月、半年、1年才推荐一个。而且都是引领时代的好项目，有兴趣的话就来吧。或者呢，你们也可以继续孤独的行走啊，牛归来了，祝你好运，再见。